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深受大家喜爱的蛋糕——抹茶千层蛋糕。先来准备抹茶奶油馅儿。抹茶粉要选用品质好、价格偏贵的，颜色味道才好。加入热水，用抹茶刷搅拌开。没有抹茶刷的话，用手动打蛋器也可以。如果抹茶粉的吸水性比较好，就再添加适量水，直到能够搅拌成没有颗粒的抹茶酱。奶锅中加入淡奶油，淡奶油一定要选择乳脂含量高一些的，才容易打发。加入白巧克力、糖、拌好的抹茶酱。加入白巧克力可以让奶油的口感更加清爽，否则纯奶油夹馅儿的蛋糕吃起来会太腻。提前把抹茶粉化好，它不容易结块。开小火加热，不断搅拌，注意火候，不要把奶油煮开了。搅拌到巧克力融化，抹茶酱混匀就可以关火了。把奶油过滤一下，底下有没化开的抹茶酱，把它碾开融进去。稍微放凉之后，用保鲜膜贴面盖好，贴面是防止中间有水汽产生。然后拿到冰箱隔夜冷藏保存。同天制作也至少要冷却6小时以上，它才会彻底降温，才能被打发。下面我们来制作饼皮。将低筋面粉、玉米淀粉和抹茶粉一起过筛，来回筛3遍，确保面糊中没有疙瘩。放在一旁备用。碗中打入2颗鸡蛋，打散之后加入糖，搅拌至糖基本溶解，然后加入油。油要用味道不重的油，比如玉米油和色拉油，不要用橄榄油、花生油这种。将蛋液分3次加入面粉中，从中间开始搅，慢慢把周围的粉类转进来，直到搅拌成面糊。然后分3次加入牛奶，每次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下一次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将面糊过筛3次，筛掉没能搅开的小颗粒，这样我们的面糊才能均匀又细腻。摊饼我用的是6寸的可丽饼专用不粘锅，小火加热。烙第一个饼之前，可以用厨房纸稍微涂一点油润润锅。烙可丽饼锅子的理想温度是130摄氏度，我们没有温枪的话，就用手感受一下，稍微有一点热度就差不多了。用一个大汤勺来舀面糊，每次舀面糊之前都稍微搅一下，防止面糊沉淀。直接倒1满勺铺在锅底，稍微转一圈，然后把多余的面糊倒回碗中。锅子温度合适的话，面糊应该刚好薄薄的挂上一层，太厚或者挂不上都是锅子温度太高或者太低。最开始的几个饼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们根据情况来调节火力，最终找到适合的火力大小后，后面就顺畅了。当饼皮出现小泡泡的时候，从边上用硅胶刀把它拨开来，还可以反过来烧1-2秒，这时表面会出现大气泡。直接把锅倒扣在网架上，让饼皮自动掉落。烙下一个饼的同时，让饼皮稍微晾凉。一个完美的饼皮应该是颜色厚度比较均匀，能够透光，反面没有焦黄色的。饼皮稍晾凉之后，马上把它放到盘子里，盖上湿布防止变干。所有的饼皮都烙好了，刨去开始失败的几个，这些面糊能烙30个左右的6寸小饼。下面我们用一个6寸的慕斯圈，挨个把饼切成完美的圆形。也可以用6寸蛋糕模具底片，它比慕斯圈其实要小一点点，留边比较多。用这个你可以几张饼叠一块切，切好的饼叠好，随时盖上湿布，防止变干。饼皮也可以提前准备好，放在冰箱密封冷藏保存。接着我们来打发奶油，由于量比较大，我直接用厨师机，用手持电动打蛋器打发也没问题。天气炎热的话，可以把打发盆坐在冰块上，帮助它降温。先开高速打，当观察到奶油出现纹路时，马上降低到中低速，防止打过头，并时不时停下来检查一下状态。打到奶油能立起来形成尖角，但是盆里的奶油还可以稍稍流动就可以了，不要打得太硬。组装蛋糕我用了裱花台，没有裱花台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有蛋糕盒，可以把蛋糕盒底用胶带固定在裱花台上，直接在上面组装蛋糕。我就直接在裱花台上弄了。用抹刀取40克奶油放在饼皮上，
边转动裱花台边把奶油涂抹均匀，不需要什么裱花技巧，涂抹均匀就行。如果室温较高，组装蛋糕的时候建议开空调操作。侧面观察一下，千万不要让中间高四周低。抹刀上余下的奶油刮在盆壁上，恰好抹了35克，每层抹35克奶油就可以了。放下一张饼的时候，用2只手把饼皮撑开，小拇指撑起饼皮的底边，对齐之前的饼皮边缘，慢慢放下，然后可以稍稍移动调整一下位置。叠了几张饼之后，用刮刀斜着清理一下侧边的奶油，这样你能找回饼皮的边缘在哪，不会越叠越偏。大概叠加20层左右就差不多了，不要太高了。用刮刀整理一下侧面，有缺奶油的地方给它补一点，也不需要太完美，自然就好。盖上最后一张饼皮，再稍微整理一下。裱花袋装一个圆形花嘴，盆中剩余的奶油把它装到裱花袋里。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挤圆形小球，找找手感。沿着蛋糕挤一圈小球，装饰一下。挤的时候要慢，不然就会出现我开始这几个宝塔似的形状。不过挤得不完美也没有关系，大小一致就好。我们用筛网在蛋糕表面筛上一层抹茶粉，这样即便有些许不完美也看不出来了。裱好的蛋糕放到冰箱冷藏至少5个小时，让奶油定型后再切。这款抹茶蛋糕口感清新不甜腻，抹茶的淡淡苦味很好的中和了奶油的甜腻。白巧克力的加入让奶油入口之后不会有油腻的感觉。切开之后层次分明，饼皮薄而柔软，口感和造型都完全不输甜品店的蛋糕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